然而，远处传来一道动人的声音，一股可怕的力量也是悄无声息地将萧凌笼罩。啊，等一等，老姐。随着萧凌的话音落下之后，一只巨大的蟒蛇巨影已经出现在了其不到1米的距离，并且散发出极其可怕的神力波动，就算是最强主宰都能够瞬间将其击杀。如今的萧萧在获得了圣龙族资源的培养之后，实力更是恐怖无比，而身为不是吞天蟒血脉的萧凌则就没有那么好的资源了。就算是这样的资源给到萧凌，怕也无法将其轻松驾驭，只有拥有吞天蟒血脉的萧萧方才能够完美的契合。哟，这就认输了，弟弟。一道带着磁性声音缓缓传出，刚刚那蟒蛇巨影也同一时间幻化成一身妖艳的身躯，其样貌魅惑天成，鲜红长裙将那玲珑有致的娇躯衬托得淋漓尽致，一颦一笑的魅惑之亦比母亲彩玲还要美艳几分，犹如火一般的耀人眼球，妖媚的俏脸，眼波流转间散发着种种魅惑，让人心神摇曳。一对凤目略显冰冷，那种冷艳与妖媚结合起来，有着别样风情。望着她这般妖娆女子，即便见惯大风大浪的诸多神兽之人，都是眼神忍不住的多瞧了几眼。此女便是炎帝萧炎的女儿萧萧，她的实力可比弟弟萧凌要强上几分。老姐，不是我认输，而是你得让我喘口气吧。萧凌全身疲惫，喘着粗气片刻之后道：老姐，今天就到这里了，日后等施工炼制出仙品高级精纯的丹药后，我便与你正式比一场。也好，你现在的实力太弱了，可无法让我施展全力。虽然这话没什么，可闯入萧凌耳朵中的时候，犹如是一阵闷雷声响彻。这是什么话？自己都已经施展出10成的实力，而自己这位老姐竟然都还没施展出全力与自己对战。瞬间，萧凌双腿再也支撑不住，瘫软地坐在了地上。见到这一幕，在场的所有人都是哈哈大笑起来，特别是轩儿和彩玲二女，他们是哭笑不得。自己这儿子可没有他父亲一半的霸道绝伦之势，不过也罢，这就当是他们俩姐弟之间的历练吧。时间滴答滴答又过去了2年多，近3年的时间。在这近3年的时间里，很多修炼者的修为都是有着不少提升，但是突破一个小境界而是极少，就连一些神之天骄在这近3年的时间里都未曾彻底的突破自己的实力境界，能够稳固以及触及更高的领域门槛，已是非常惊人的恐怖天赋了。而这些在焚绝空间中的那位拥有焚神之力的萧炎，却是差的不是一星半点。如果说在这3年的时间中触及自身更高领域的门槛就被称为恐怖天赋，那么如果突破的是一个小境界呢，那又会被称作是什么妖孽般的存在？这还不算什么，而在这3年时间中，则是一位男子竟是连续突破2个小境界，甚至一举突破分水岭的境界，达到5重天位神的领域，这又是如何称为他的天赋？可想而知，这样的事情根本想都不敢想，也无法想象得到。因为这种在3年内连续突破2重的境界几乎没有出现过，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修炼者。距离万兽神界极其遥远距离的无量神界某一处空间中，那位青年男子手持神火横骨尺，而且在其上有着9轮紫色的光芒浮现，使得神火横骨尺中的能量竟是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惊人可怕程度。去吧，让我看看融合了灭世的神火神技究竟是多么的强大。随着那道黑袍男子的话音落下后，手中的神火横骨尺竟是再一次爆发出炙热的毁灭力量，其中的9轮紫色光芒竟是从横骨尺中脱离而出，横骨尺瞬间无限变大，发出嗤嗤嗤的恐怖声音，以横骨尺为中心，然后围绕旋转着，每一次的旋转，周围的炙热毁灭气息就会多加1分。也不知道这9轮紫色光芒绕着巨大横骨尺环绕了多少圈后，整个焚绝空间之中早已经被紫色火焰的气息所笼罩，天空中更是倒影浮现出巨大的9轮大日，将这处空间给封锁了下。任何生灵神灵如果在其中都无法逃脱，因为那股炙热的毁灭气息将会焚烧你的神体和神魂，甚至能够蒸发掉神怨之气以及其他的能量。不过将会以神火横骨尺施展出灭世的神火神技，怕是需要足够强大的神魂力量以及磅礴的神怨之气作为支撑。看来还是小看了融合这道神火神技与神火横骨尺中。既然如此，一道巨大的声音轰然爆开，这位黑袍男子的周围空间竟是出现了足足有着1000颗星辰，而且这些星辰则是无色的，但却是形成了一片汪洋大海，其中的能量不断的释放而出，可比起之前的天位海不知道强了多少倍。天位海和天位星辰海之间根本没有可比性，一旦修炼者突破到了5重天位神，那么天位海就会彻底的蜕变成天位星辰海。一般来说，天位星辰海一样有着等级，与天位海一样，蓝色、白色、黑色、红色，红色是最高等级，但是这位黑袍男子的天位星辰海竟是无色，这无色星辰海更是远超红色的最高等级。至于达到什么样的等级，谁也不知道，因为在这第1等级世界中，还从未有第2个人修炼出无色的天位星辰海。这位拥有无色天位星辰海的黑袍男子，就是3年前被灭世吞噬掉的萧炎。不过现在萧炎不但没有被灭火本源吞噬陨落，现在更是好好的站在这里，还成功的收服炼化了第3名的灭世本源，使得自身的实力境界突破了2重，踏入了5重天位神的领域，并且还习得了独门的神火神技。如今的萧炎体内磅礴的神渊之气，使得萧炎有着源源不断取之不尽的强大神力。这就是天位星辰海与天位海巨大的区别。
星辰海之中拥有着五重天位神所有天位的神之力量，而这些神力都是来自于这1000颗星辰之中，只要它们不被外力所破坏，就有着用不完的天位神力。而如果这些星辰被破坏，那么自身的实力就会受损。虽然天位星辰海比天位海要强上很多，但都有利弊之处。按照正常来说，一重天位神在神界天位中有着1颗星辰，4重天位神则是有着4颗星辰。一旦突破5重天位神，那么就会拥有100颗星辰所形成的星辰海。6重天位神则是1000颗星辰所形成的星辰海。在同等数量下的星辰海对拼，则是需要看星辰海的不同等级了。可现在来看，萧炎突破5重天位神，竟是拥有了1000颗星辰，那么不是堪比6重天位神的实力吗？不仅如此，萧炎的天位星辰海更是超越红色最高等级之上的无色，这简直就是逆天般的存在啊！如今就算对战4域天神君，都有着足够的抗衡之力了。这1000颗的天位星辰海力量真是好庞大啊，就好像完全不用担心神力消耗过大。萧炎心中微微定神了一下，因为这些每一颗的星辰中都有着非常多磅礴的神怨之气，它能够给予你释放不完的神之力量。难怪一定要达到5重天位神后，才能进入诸神万界中最有保守。同时，这样的力量还能够直接在诸神万界创立一方超神势力。分水岭的境界果真不一般，就算是半步5重天位神领域，都远远不及货真价实的5重天位神。100颗星辰的力量足以秒杀一切5重天位神之下的天位神。但萧炎更加的变态，一突破到5重天位神，那星辰海的数量更是达到了足1000颗。这样的成就，就算是第1等级世界中的那些神之天骄都很难做到。这下应该就可以融合神火神技到神火恒古尺中了吧？萧炎的眼神一凝，自己周身的1000颗星辰便是散发出无穷无尽的庞大力量，疯狂地涌入自己的神火恒古尺中。刚刚还在旋转的9轮紫色光芒，竟是直接收回在了恒古尺之中。其上9道紫色圆形的火焰升腾而起，远远看去，那紫色火焰的竟是真的与神火恒古尺逐渐的融合了。在1000颗星辰力量的催动下，萧炎也是非常容易的做到了神火神技与自己武器的完美融合。这也是萧炎自己所创的新招式，名为9轮灭日尺。此招一出，可比灭世9日更加的强悍了几分，因为加入了萧炎自身的力量，使得这招式更加的恐怖10分。9轮大日高挂虚空之上，散发出炙热毁灭的火浪，简直做到了自身不论在何处战斗，都能够做到属于自己的主场，甚至还可以侵蚀一些实力弱的天位神体内，将其焚烧殆尽，并且再加上萧炎的灭日9轮尺正面的毁灭威力，哪怕是比自己更强一些的天位神都得避之锋芒。巨大的神火恒古尺上升腾着9道紫色圆形火焰，其中可是蕴含了灭世的神火神技之威。可以说，此技能一出，任何生灵都怕是会毁灭。萧炎的目光锁定了焚绝空间的天际上，然后跟着自己的意念移动，那巨大的神火恒古尺直冲云霄，所过之处一片虚无，那是被炙热毁灭火浪所焚烧过的痕迹。一道低沉的爆炸声自那遥远的天际上爆发，一道道肉眼可见又壮观的火焰光圈不断的涟漪开来，简直在那处空间仿佛有着什么可怕的怪物要撕裂空间出来一般。可怕的能量冲击波将整个焚绝空间全部笼罩席卷，就连萧炎的身躯都被自己的这道新招式力量所吞噬。现在的焚绝空间就仿佛是即将要毁灭的空间一般，紫色毁灭气息弥漫在每一处角落，任何生灵万物都难逃这样的可怕力量席卷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这些毁灭热浪的气息才缓缓的消失。只见一位裸露完美精壮身材的萧炎立于虚空，看来刚刚的力量还没有完全的把握，竟是直接将自己的衣服给焚烧了。但这问题不大，能够有着如此毁灭的力量，在今后的战斗中可谓是萧炎的强大底牌之一。在焚绝空间内花费了近30年的时间，外界时间则是近3年的时间，终于炼化好了灭世本源，习得了神火神技，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度灭世的炼化，唯有萧炎才能够做得到。要是换做别人，恐怕想要在30年的时间里都无法做到。萧炎能够做到这样的原因，是因为他有焚神诀以及能够吞噬万物的无色天位海，现在已经蜕变成无色天位星辰海，同境界萧炎无敌，就算是比自己高1重天的天位神都有着抗衡的实力。如果自己的底牌一出，哪怕是直接震惊全场。哈哈哈，小家伙很不错很不错，没想到短短外界3年的时间就让你突破到了5重天位神，这要是出去，恐怕就连无量神山之主都得吃惊万分了。感受到刚刚萧炎所施展的可怕招式后，冯老已经不知不觉地出现在了萧炎的身旁，极其满意地微笑道：“冯老，这几年有劳你保护我修炼期间不被外界事情打扰了。”萧炎也是微笑地回答道：“哈哈，这些都是小事，不足挂齿。能够看到你如今的成长，老夫倒是非常为你高兴。以你现在的力量，怕是已经达到了5重天位神巅峰了。”一边捋着自己的胡须，一边笑眯眯地看着萧炎。这家伙的变态天赋果然恐怖如斯，这就是5重天位神巅峰的力量吗？萧炎捏紧了自己的拳头，感受着体内中传出来的磅礴神力，才知道5重天位神竟是如此的强大。当时还以为自己被灭世本源吞噬了，结果那是9轮大日在自己的识海中爆炸，不是抹杀自己，而是将他的本源以及神火神技全部给予自己，
才能够让萧炎在这3年的时间里彻底的进行了蜕变。而且萧炎想要继续突破5重天位神巅峰的机会也不是不可以，还有彩色神亮天元池还没有吸收，不然的话又能够让自己实力修为达到新的突破。但萧炎不会那么做，毕竟自己已经突破到了5重天位神，一次性连续突破了2重天，更何况是分水岭的境界，一般人可不会这样做。一旦这样做了，就被因为体内神元之气的虚浮，从而导致被反噬也说不定。一旦被反噬，那么就不太好了。所以这段时间必须要稳固5重天位神的力量，不然的话，这虚浮的能量就容易被反噬。小家伙还真是不赖啊，不仅自身的实力提升了那么多，就连这一次竟是直接新创了9轮灭日齿，如此可怕的威力，怕是比灭世9日还要更强大，真是一个变态的天才者啊！这样的恐怖招式都能够创造出来，着实让的老夫都有些吃惊啊。粉老一旁也是又惊又喜，这家伙给他都带来了有些不可思议起来。这9轮灭日齿的威力恐怕至少达到了准绝世神技了。要知道，准绝世神技在一些高阶天位神手里都是极少数的拥有，更何况这3年里，萧炎直接自己创造出了如此可怕的神技，怎么不让人震惊呢？并且还是准绝世神技的强大存在。如今萧炎底牌众多，有着准绝世神技的9轮灭日齿，以及有着准绝世声波神技圣龙吟，还有那神秘强大的灵魂神技神魂天戟，这样多的底牌还只是其中之3。如此而言，萧炎简直就是移动的宝藏一般，一个人的身上竟然有着如此多的强大底牌，还真是少之又少见。在焚绝空间的近30年时间里，萧炎不仅创造了准绝世神技，同时也修炼了2重圣龙吟，甚至更是触及到了3重圣龙吟的门槛，这可是连圣龙都做不到的事情，可在萧炎的身上做到了，而且还完成了新突破，日后有望真正的触摸那3重圣龙吟。一旦全部习得这3重圣龙吟，那所施展出来的声波力量，怕是足以震碎一切对手的识海，都有可能直接将对方的识海轰碎炸裂。而且不仅如此，天下不负有心人，就连神魂天戟的灵魂神技练就了第2招神魂镇压，修炼此招则需要让神境神魂的力量才能修炼，而萧炎就刚好达到修炼的资格。如今神魂镇压修炼大成，只要施展而出，能将方圆万里之人的灵魂全部被恐怖的神魂力量所镇压，并且无法动弹。这招特别适合萧炎在一人之力对战多人的时候。至于神魂天戟的最后一招，必须达到神魂巅峰的力量下才能够修炼，所以这最后一招萧炎还无法去修炼。萧炎之所以要修炼诸多的强大神技，就是要为接下来前往神指联盟做准备。毕竟那诸神万界中，基本上个个都是5重天位神的实力，如果自己没有一些强大的底牌，怕是进去了都会被人欺压，甚至还会有危险。在一个陌生的新神界，唯有自身的实力够强大，才是唯一生存下来的希望。从万兽神界再到无量神界，萧炎也是认识到了，不管在哪里都是实力为尊，就算是神也是如此。林兄、沐尘，我很快就来救你们了，希望你们2人没有什么事情。如果有什么3长2短，我萧炎就算是死，也必定踏平神指联盟，为你们2人报仇。萧炎非常的认真，眼神中充斥着一股霸道之势，散发出无比威严的气息。实力达到5重天位神之后，这股气息愈发的明显起来。看来随着萧炎的实力变强，他那与生俱来的霸道之势也是逐渐的显现出来。在这焚绝空间也待了不少时间了，是时候收拾一下，准备前往第1等级世界之首的诸神万界了。粉老，从无量神界前往诸神万界的时间大概需要多久？萧炎耸了耸肩，缓缓地问道。以老夫的推测，至少也需要1个月的时间，不过还不是到诸神万界中，而是一个叫神灵城的一个地方。闻言，萧炎有些疑惑，花费1个月的时间还不能抵达诸神万界，还只是到达这个叫什么神灵城的地方。粉老，这神灵城又是什么？对于诸神万界的信息，萧炎表现得极其生疏。不过刚好自己的身边有一位堪称是大纣百科的1号人物粉老，那么这些萧炎不知道的问题就可以问了。哈哈哈，小家伙还真把我当成什么都知道的先知啊！不过也罢，一些小知识我还是可以回答你的。粉老一笑，然后开始介绍起神灵城的一些信息。神灵城乃是进入诸神万界的唯一出入口，它不属于3大神界中的任何一切，它是依附在诸神万界最外围的一处特殊区域中。在这之中，有着一座神之大陆，大陆上有一座繁华的巨大城市，其中有着来自诸多各大世界以及各方神之势力的神指强者。有些人来这里不一定是前往诸神万界，因为这个地方除了是诸神万界的出入口外，还是一座拥有着诸多稀有宝物、神器、药材、丹药等之物，而且很多地方都没有的东西宝物，这里或许就有你想要的。就算你要打听消息，都能够在这里得到你想要的消息。这里可是汇聚了整个第1等级世界的诸多信息，更是有着诸多渠道能够做到你所想不到的事情，并且这里更是鱼龙混杂，其中不乏有一些来自诸神万界中的超神势力以及超神巅峰势力之人，而他们之所以出现在这里，也是想要在这里得到一些他们无法获得的一些信息和宝物。毕竟神灵城之中有着神通阁这一道势力，传闻这道势力也是一方超神势力，并且气底蕴是能够比肩5大超神势力，甚至直逼超神巅峰势力，也就是拥有如此庞大
资源底蕴的神通阁，才让神灵城变得如此的繁华，让各大势力的神之强者皆是来到此处。从此也是创立了不少的超神势力，立足于此，能够让一座不属于任何神界中的神之大陆做到这般繁华气息，主要还是靠着神通阁这道超神势力的底蕴。有人说，神通阁的真正底蕴早已经堪比超神巅峰势力，但这个传闻最后却是被打翻了。因为前不久，神通阁的一位少阁主恋上了超神巅峰势力的一位绝美仙女，想要将其内妾给自己，结果对方不答应，直接让得他这位少阁主非常没有面子，便是请动了阁中的几位神斩，一起前往那位绝美仙女所在的超神巅峰势力提亲，结果瞬间再度被轰了出来，就连那些实力不凡的几位神斩都被轰了出来，极其的狼狈。那些神斩至少都是5重天位神和6重天位神的实力，竟然都不堪一击就开始逃窜了。与其说逃窜到，不如说那是在逃命，因为那超神巅峰势力中随便出来一个人都是极其强大的存在。神通阁以为自己拥有庞大的底蕴就能够抗衡超神巅峰势力，结果要不是后者宽宏大量，神通阁怕是都危在旦夕。只是最后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那神通阁之主倒是没有出来主持，这事情就好像直接过去了，从此没有一人再说这样的事情。久而久之，也有传闻出那神通阁之主这是在逃避，虽然拥有着5大超神势力的底蕴，可是比起超神巅峰势力还差之很远。不过这神灵城中就属神通阁这等超神势力最强，所以想要进入诸神万界，还需要向神通阁购买进入诸神万界的资格。什么？诸神万界还需要购买资格才能进入？萧炎大致的了解完之后，有些惊愕的道：呵呵，这也是没办法，毕竟神通阁是神灵城的地主，神灵城能够汇聚诸多各方世界和各方势力之人来来往往，达到如今的繁华成就，离不开神通阁一步一个脚印的走出来，所以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规矩。但粉老看出萧炎的心思，然后饶有兴致的笑道：不过你也可以不用购买这样的资格，前提是你的实力更强才行。萧炎也是无奈的一笑，看来到哪里都需要实力为尊，实力就是规矩。不过自己如今虽然那突破到了5重天位神巅峰的层次，可是在神通阁这样的超神势力比起来，还是无法去抗衡的。毕竟对方可是拥有着比5大超神势力还有强的底蕴，这可不是萧炎目前能够惹得起的存在。就算自己拥有诸多的强大底牌，但是也没必要冒这样的险与对方翻脸。到了一个新的陌生世界，还需要低调才行，不然太过自大，那么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这些基本的道理萧炎还是知道的，但这是建立在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的基础上。要是哪个不眨眼的想要挑衅自己，那么也不建议与对方拼一拼。炎帝萧炎可不会怕事。好了，基本的信息你也了解了，可以收拾收拾，准备启程了。粉老说道。当即萧炎点点头，重新从那戒之中拿出了一件新衣服，穿在了自己的身上，将神火横骨尺放在了自己的后背。没有这火焰气息，使得神火横骨尺不会那么艳丽，但如果仔细一看的话，还能清晰地见到神火横骨尺上有着暗淡的火纹。不过一旦催动神力，这神火横骨尺上的这些火纹便是升腾多种火焰的毁灭力量，让对手都无法那么轻易地招架横骨尺的攻击。在萧炎稍微整理了一些时间后，将自己的灵石从坟穴空间出来，然后缓缓地站起，上前走了几步，站在无量神界最高山峰之巅，看向了浩瀚无尽的无数座神之大陆，其中有生机勃勃的大陆，也有着死气沉沉的大陆。而这样的现象在无量神界之中已经不是惊奇的事情了。自天古浩劫之后，无量神界就被庞大的神法大阵封印，整个神界的资源能量也被封印了，导致无法恢复到鼎盛时期。这也就导致了和万兽神界一样，几乎很少有高阶天位神和巅峰天位神，除了无量神山之主外，恐怕无量神界中没有第2个人是9重天位神。就在萧炎准备要启程之时，天际上传来4道强大的气息，那股气息比萧炎更加的强大几分。感受到这4道熟悉的气息，萧炎就知道了来者是谁。萧炎小友，你这是要离开无量神界了吗？说话的是一位中年男子，他的身材魁梧，仿佛一棵千年古树，深深地扎根在大地之中。那宽阔的肩膀和修长的身躯，无一不流露出优雅而强大的气质。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无言的威严，让人无法忽视。而他就是5大山之一的无尽山主，实力已是6重天位神巅峰。随后又有3道身影缓缓地落在地上，脸上带着一丝微笑地看着萧炎，一位拥有一份沉稳帅气的气质，让人不禁为之倾倒。没想到已经有一定的年纪了，竟然还如此的有气质，当真非常少见。这位乃是5大山之一的太金山主，实力同样是6重天位神巅峰。站在太金山主左边的这道身影，他的眸子深邃如夜空，流星划过时留下的一丝光亮，在静谧中闪烁，犹如长河落日，透露着悠悠岁月沉淀的沧桑。他就是5大山之一的落雁山主，6重天位神巅峰的实力。右边的是那一位长发及腰，脸色苍白，眼睛却炯炯有神。他身穿白衣，腰间束着一块羊脂玉带，看上去十分的清俊儒雅，乃是5大山之一的青丹山主，实力与其他3位相当。同时他也是一位炼药师，是一位9品药仙，见过几位前辈，
萧炎立马对这4大山主恭敬行礼。这4位乃是肩负守护封印、神法大阵的众人。然后他们4人的目光看向萧炎时，眼眸微微的一变，旋即瞪大了眼睛，仔细一看，便是感觉到萧炎神山所散发出来的一股可怕波动。五重天卫神。青丹山主内心震惊无比，说话都打结了，自自语语起来。不过他在萧炎身上感受到的气息没有错，是真的5重天卫神气息。五重天卫神。其余3位山主也同样喃喃出声，显然也是被萧炎这突破的能力所震惊到了。3年的时间就能够从3重天卫神突破到5重天卫神，就算换作是他们，也根本做不到这样的程度，就连想都不敢想。